去年，也就是2024年的11月26号，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叫阿尔法起源的这实验室里突然跑出去了43只猴子，在当地的居民里面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因为大家都传言说这43只从实验室里跑出的猴子身上带有一种病毒，做实验的嘛，那这病毒能够传染到人身上。那当地警方马上就出来说我们马上要把这43只猴子全抓回来，不计一切代价。很快这阿尔法起源这公司也出来辟谣说，大家不要慌，这43只猴子身上没有病毒，还没有开始做实验呢，但是我们也要把它抓回来啊。为什么要把它抓回来？我估计他们也是肉疼。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猴子价格不菲一只猴子的价格是6万美元。你想想，6万美金一只猴子你43只猴子差不多就是250万美元。250万美金一夜之间就一哄而散了，那谁不心疼啊？所以这个阿尔法起源这个公司就跟这个美国警方就开始到处抓猴子，据说1个月的时间抓回来了30只，抓回来了200万美元，还有10几只不知去向那么很多人就问了，说这猴子怎么会这么贵一只猴子6万美元呢？其实这猴子的价格也不是一直都这么贵。这5年前，这猴子的价格一直就4、5千美元，但是从2020年开始，这猴子价格开始暴涨。当然，这猴子跟普通的猴子也不一样在这个做实验的猴子里头，主要有2个品种，一个叫恒河猴，一个叫石蟹猴。这2种猴子最适合做实验，跟人的基因组比较接近。还有一个呢，这猴子做实验它也有一些要求就是说你这身上不能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然后呢，做出实验之后呢，才比较准确嘛。那么为什么这个猴子的价格暴涨呢？是因为在2019年年底之后，中国宣布不再向美国出口猴子了，开始进行管制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全世界的各个领域内基本都控制了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稀土就我们前2天做节目大家都知道还包括实验用的猴子。中国控制了全世界这实验用猴子60%的产量。全世界一年这实验用猴子大概需要10万只，这10万只中间，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大概需要7万只。美国呢，国内有7个灵长类的这个繁育中心，大概每年能生产出来这个2万多只猴子。那它大概还有30%左右的猴子的需要从国外进口，几乎全都来源于中国。在2019年，中国向美国一共出口了2万多只猴子，2020年的时候呢，只出口了3000多只。那这中间差不多有2万只的这个缺口所以这猴子不光是价格贵，买不着而这猴子对于生物实验来讲，对于药品研发来讲，它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你药品你在研发过程中要先做毒理实验，这毒理实验你不能在人身上做，先在猴子身上做但是猴子之前还有大鼠来做那大鼠就比较简单了猴子做毒理实验，一个创新药，一个药企也要搞一个创新药，需要40只猴子。然后呢，这40只猴子毒理做完实验之后，你还可以做代谢实验，代谢实验还需要20只猴子。所以一个药品要做临床实验，至少需要60只猴子。那你想想，中国向美国不出口了，那马上这猴子价格就开始飙涨这猴子就成为了战略储备资源。这个词是《纽约时报》讲的，就是当年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中国和美国竞相研究疫苗，研究疫苗的过程中就需要大量的猴子，所以中美之间关于猴子开始进行战略竞争。所以中国向美国禁止出口猴子有2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当然是中美双方这个关系不好当然中国是以这个疫情的原因说向美国不再出口猴子了。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国内对实验用猴子也开始需量开始暴增。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也有大量的药企开始进行创新药的研发，而创新药的研发对猴子的需求呢也非常非常的多。猴子的东西那不是说你今天需要明天就出来它需要养这养着猴子，从配种生育到培育出来一个可以用来做实验的猴子，大概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周期是相当长的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猴子开始进行管制，而国内猴子的价格也开始暴涨，原先几千块钱2、3万一只猴子现在也涨到了20万一只。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一个小小的猴子折射出一个产业发展的巨大变化。
什么产业呢？就是中国创新药企这个产业从默默无闻到开始登堂入室。所以我今天其实从猴子开始讲起，不是要讲猴子产业，是要讲中国创新药企的这个发展轨迹。上个月，也就是5月20号，有一个新闻在国际制药行业引起了一个震动，就是辉瑞公司跟中国有个叫山生制药的这个企业签订了一个协议。什么协议呢？就是辉瑞公司要花12.5亿购买三生制药的一个双抗未来在海外的销售权益。这个三生制药搞的这个双抗药物现在还没有上市，只是搞了临床实验，临床实验的数字比较好，辉瑞公司就直接大手一挥，花了12.5亿美元来购买这个药物将来在海外销售的权益。如果这个药没研究成，这12.5亿就打水漂了；如果研究成，将来在海外中国之外销售就委托给了辉瑞公司，然后卖出来的钱呢，三生制药跟辉瑞公司共同来分。最终三生制药理论上来讲可以分得60万美金，而辉瑞公司呢也承诺要花1亿美元再买这个三生制药的这个股票。这个新闻呢，为什么说引起非常大的震动呢？你想想，辉瑞是国际制药企业的巨头实力呢是非常大家公认的。你比如说，在新冠疫情期间，极短的时间里头就研发出来了疫苗，同时也研发出来了抗新冠病毒的药物特效药都是辉瑞搞的，所以是在国际上是一线的巨头企业。三生制药呢，谁听说过？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家药企上个世纪90年代，楼丹和娄敬父子2个创立的一个药企早年在美国也上市，后来又退市了，在香港上市默默无闻。但是就是这家默默无闻的企业，直接跟辉瑞公司签订了这么一大一笔的这个里程碑的销售。那你想想，12.5亿美元8、9、10亿人民币就直接交给了这样一个企业。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和转折，就是中国的创新药企已经在国际创新药这个舞台上开始登堂入室了，开始进入到了一线行列。所以我今天就来讲一讲中国的创新药企在过去10年到15年的发展轨迹。中国的药企过去在国际上确实没什么存在感，数量非常多，在全国范围内大概有1万多家。这1万多家中间有6000家是生产化学药的，有6000家左右的是生产中药的。中药我们就不讲了，全是骗子企业，生产出的药也没什么用基本上就是个安慰剂。那么这些化学药企呢，它主要生产2类药，一类呢就叫仿制药。这什么叫仿制药？你比如说人家国际的一些医药巨头搞了一些原研药，比如说伟哥这已经搞出来了之后你别人不能生产呢，因为有专利保护，专利保护期呢是20年。中国的这些化学药企就专门生产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仿制药，反正专利保护期过了嘛，谁都可以生产，我就赶紧来生产嘛。这是一类。第2类呢，就生产原料药。原料药就是那国际大药企那原料他不愿意生产，那么他可能做一点总装。那中国你比如说有一家药企叫华海制药，这华海制药就专门生产各种各样的原料药，卖给那些国际大药企。美国很多人吃的药，那原料药都是中国的这个华海制药生产的主要就是这2种产品。在创新药的领域内，中国是完全没有市场的。比如说美国有个 FDA， 大家都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它负责审批全世界所有的创新药物。你要想进入到美国市场，你得申请。中国没有一家药企能够通过 FDA 的审核获得这种原研药的资格，你只能在低端市场上打转。但是这种情况进入到2000年之后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了嘛，那整个市场开始蓬勃发展这里头还有一个因素，就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是国际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行业开始集中进攻这个癌症的治疗。因为生物制药这个行业开始蓬勃的发展，人们对癌症的机理也发生了一些这个根本性的认识所以就是针对癌症的研究，还包括一些自免性疾病的研究开始蓬勃的发展。那么在国际的一线大药企的科研人员中间有大量的华人科学家。中国人比较聪明到美国留学完了之后呢，就在这些国际大药企里头开始担当主力。这个10几年之前呢，就开始有一些科学家就陆续回到中国。
因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包括科研环境啊，也开始逐渐好转嘛。在这回国的这个人员中间，有一个人叫王晓东。这王晓东呢，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人啊，上个世纪90年代在美国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后来就在美国的药企里做研发，后来还获得了美国的外籍院士。那么2000年之后呢，他回到中国，在北京做了北生所的所长。那么到2010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中国创立了一家自己的药企，叫百济神州。他怎么创立的呢？他跟另外一个人呢，这个人叫欧雷强。欧雷强是一个美国人啊，专门做投资的，他也在中国啊做投资公司。2006年的时候，他认识了王晓东，两个人呢非常谈得来。2010年的时候呢，有人邀请这王晓东到硅谷创业，他就跟这个欧雷强讲，欧雷强说：“你去硅谷创业，你还不如在中国创业呢，干脆咱俩合资搞一家企业就得了。”于是这两个人合伙就成立了百济神州。这百济神州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摒弃了中国所有药企的那个思路，就不生产仿制药，他要搞原研药，搞创新药。但这条路可不容易啊！大家都知道啊，所谓的创新药，过去有2个10，一个是10亿美金，一个是10年。也就是说，你要搞一个原研药出来啊，需要平均投资10亿美元，花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搞出来，花费巨大，时间巨长。过去中国的药企没人搞，主要是这个原因啊。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讲直奔创新药。这欧雷强就给这个王晓东搞来了3200万美元。这王晓东就说了，他说：“我是科学家，企业的事情我不管，你来管，我只负责搞科研。”于是他们花了1亿人民币，在全世界买来了最好的实验设备，就在北京的昌平开始搞原研药，开始搞创新药。但是这条路不容易走啊，没有技术积累嘛，所以刚开始他们搞的几个这个产品全都失败了。1年之后，这钱就花完了。这欧雷强又给他搞来了2000万美元。2011年的时候，另外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这个人叫余德超，他呢在苏州也创立了一家药企，这家药企的名字叫做信达生物。正好2013年的时候默沙东有一款药物叫 K 药上市了。这 K 药呢，实际上搞生物制药的人都知道叫 PD-1， 它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抗癌药物过程中间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具有广谱的所谓的治疗性。那这个药呢，也被称之为神药几乎所有的癌症它都有疗效那么去年的时候，这个 K 药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卖了300亿美元。那么 K 药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靶向药物，就是对这个癌症的很多靶点它有效吗？那么当时中国第一批的这个创新药它其实都是采用的跟随战略。什么叫跟随战略呢？我们叫米兔，就是你有我也有。你 K 药不是搞了一个 PD-1 吗？ PD-1 你不是有了靶点吗？那么你在你这个靶点之外，我呢把这个分子结构稍稍改一改，然后呢我也做一个 PD-1 出来这个 PD-1 的疗效呢可能不如你 K 药，稍差一点，那也比没有强嘛。所以中国第一批的创新药企都不约而同的开始做起了 PD-1， 包括中国自己的本土的这种仿制药的药企恒瑞，也包括创新药企信达生物，也包括百济神州，还包括军事生物，这几个都在做自己的 PD-1。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做完了之后呢，就吸引了大批的海外的这些中国的科学家回国进行创业。那回国创业的过程中间，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审批制度的变化。因为过去就中国的这个药品审批制度非常落后，这个落后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临床审批时间特别长，就是你药物你要想研发，你这个临床审批最长的就可以给你搞1-2年，还别说你这临床实验呢药物上市的审核时间也特别长，长的也要2-3年，就导致在中国你在制度层面上，你要想搞创新药，这个制度本身就对你不友好。到了2015年，就中国的药监局开始发生变化了。首先是在临床批复这方面开始大幅的压缩时间，30天左右就可以给你批复下来了其次，在药品上市过程中间，它把仿制药和原研药区分开了，分开进行管理。那原研药它就要你临床数据然后你有疗效证明完了之后开始进行审批，而且审批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1年左右就可以审批完成了
这一系列的制度啊，都是效仿美国的 FDA。由此呢，就整个中国创新药的制度环境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友好了。正好又赶上了，就你想想，当时美国有大量的华人科学家回国之后呢，这由于中国当时非常好的创业环境，那于是啊，这些回国的科学家在中国就纷纷创立中国的创新药企。这些创新药企啊，又有非常好的融资环境，讲一个故事就有投资人给你来投资。那么到2018年的时候，香港的股市啊就宣布，对于生物创新药企啊，没有盈利就可以上市。于是啊，有一大批中国的创新药企到香港上市，这是著名的18A，18家中国的生物创新药企啊就到香港上市。上市的结果不就是融资吗？融到了很多钱，就开始进行管线进行研究。这里头啊就又有一个变化，由于中国那些比较先期进行成立的这些企业啊，就把米兔的这个行业都已经占领了。你比如 PD1， 它基本上百济神州、信达生物、恒瑞医药就把这个米兔这个领域给占领了。那后来这些企业啊，你再想搞米兔已经很难了，因为人要是领先你2年上市，基本上就把这个市场给占领了，就饱和了。你后面跟随这些人，你花了钱做创新药，上市之后也几乎没有什么疗效，就逼得后面这些药企啊开始做什么呢？做真正的创新。你如果不做出差异化来，你其实没机会。其实三生制药这些小药企，其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迫无奈走上了创新之路，最后呢，终于闯出了一番天地。那么现在最新的数据显示啊，其实中国已经开始在创新药的这个方面呢，开始有一些在全球范围内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了。你比如说啊，2019年，百济神州有一款药物叫泽布替尼，获得了美国 FDA 的批复上市。这是中国本土药企啊获得美国 FDA 批复的第一款创新药，而且这款药啊，人家上市啊，其实也不简单呢。它跟那个此前上市的叫伊布替尼啊，做了一个头对头的实验。那伊布替尼啊，是人家这个领域内啊，就血液瘤领域内呢最先上市的药物啊。所谓的头对头实验呢，就是跟你全面疗效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这泽布替尼的疗效是全面超过伊布替尼，厉害呀，打败了埃博维的这个伊布替尼啊。那么到去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泽布替尼已经在全球销售了26亿美元，其中在美国的一个市场就卖了20亿美金，了不起啊！紧接着大家都知道，2022年中国有一家药企叫做传奇制药，这传奇制药呢搞了一款专门治疗癌症的药物，叫做西达基奥伦赛，很拗口啊。它是一种创新的CAR-T疗法。这个CAR-T疗法说起来很复杂啊，也特别专业，我估计一般人也不会有兴趣啊。它其实的原理啊，就是刺激人的体内的 T 细胞，然后让这个 T 细胞啊去攻击这个癌细胞。现在就这个药物啊，已经获得了美国的 FDA， 也包括欧洲很多国家的审批上市啊，也算是中国创新药中间不多的，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的药物。那紧随其后啊，大家可以看出来了。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些创新药企啊，虽然有很多药物没有上市，但是他们的临床试剂公布出来，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你就比如说像三生制药已经卖出去了它的这个销售权益啊，你比如说康方生物前一段时间有它的双抗类药物啊，就被这个强生公司直接买了，因为它那款药物所显示出的数据啊，有可能超越 K 药。包括信达生物啊，前一段时间他们的双抗药物啊显示出来的抗癌效果啊，也其实是非常强劲的，就是它的这个药效啊，就是在 PD1 在 K 药治疗是完全失效的病人身上做实验，它的这个生存期啊也大大延长了。那你就可以看到了，经过10几年的发展，整个中国创新药的市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那么紧随其后的问题就是，那么为什么在过去10几年的时间，中国的创新药可以发展起来？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那肯定是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就是中国市场从2015年对创新药的审批，包括临床审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第一点，我讲过了，我就不讲了。第二点，中国政府啊对创新药也采取了一些扶持性的措施，
大家还记得我曾经做过仿制药的集采吗？那么集采的时候，那期节目里我提过一个数据，在过去这些年，集采药物中国政府一共节约了4600亿人民币的医保费用。那这个医保费用节约下来干什么了呢？它就用来扶持创新药，就所谓的国谈。也就是说，仿制药进行集采，把价格压下来，然后呢，这些创新药呢，你要想进医保，你要跟国家进行谈判，叫国谈。因为你进了医保之后那你药品的可及性就大多了。因为你创新药价格贵你跟那个仿制药不是一个量级虽然说你中国这边搞出来的药品价格便宜，但是对于患者来说仍然是很贵他仍然买不起但一旦进入医保，那医保它要报70%到80%那患者的负担一下就降下来了。所以能不能进医保非常重要。那么能进医保的话，政府就通过国谈跟这些创新药企进行谈判。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背景，当时在2022年左右的时候，就中国这些创新药企第一批 PT1 纷纷上市获批那么当时国谈谈的比较狠。大家都知道 K 药在中国的销售价格是100万人民币一年治疗费用，天价。那么中国的这些创新药企 PT1 出来之后呢，谈价最后谈到了3.8万。这3.8万实际上有点太低了。当时那百济神州的 CEO 也就是欧雷强就曾经讲过，他说在 PT1 上市如果把价格定在10万左右就比较合适。一方面药企也有钱赚，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患者的可及性也会大大提高。但没想到一下谈到了3.8万，这3.8万对整个行业是毁灭性的，就是你这个创新药企就没钱可赚了，没钱可赚了之后谁还搞创新药呢？太便宜了。所以这个问题后来的中国药监局也意识到了，所以后来这些药在续约的时候都没有继续降价。灵魂砍价少了，温和谈判多了。谈判组专家更多的考量患者对药物的可及性及创新企业的良性发展，力求找到让普通患者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同时，而且后续的国谈，中国的这些药监局也包括中国的医保局在谈价格的时候对创新药相对来说就比较温和了。你比如说荣昌生物那个创新药上市的时候就15万了，这15万的价格，那相对来说对创新药企就比较友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医保对创新药本身的这个扶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中国也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就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这个国家什么病人你都能找得到。你做任何疾病的临床前研究，你要想招募病人都非常容易，这是一个大国优势。你在美国不是那么容易有些罕见病其实你想招募病人并不那么容易。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对临床研究的伦理考核方面、伦理要求方面也比国外要容易一些，要松一些。那这是中国特有的中国没有那么严格。说实在的，这是国际上要求有伦理要求，这样中国自己有没有伦理要求都不一定这是中国独特的低人权优势第四个方面就是中国实际上这个创新药企它其实也从低端产业链开始做起，一直往上爬升。这中国你可以看到了吗？有很多比较厉害的行业都是如此。它先开始养猴子，养完猴子之后呢，它开始做什么呢？做 CRO。 什么叫 CRO 呢？就是帮助那些创新药企做临床实验的。你不是搞一个想法吗？你这个想法你交给 CRO 公司， CRO 公司帮你直接做临床实验。中国做临床实验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刚才不是讲了吗？病人多招募容易所以国际大药企的很多临床实验也是委托给中国的 CRO 公司来做。所以中国很快就产生了几大 CRO 巨头，药明康德这全世界最大的 CRO 公司就是中国的，包括美国那些辉瑞埃博维什么诺和诺德他们如果要想搞创新药，也是委托药明康德来做这临床实验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个产业链在中国就相当完备了，控制了产业链，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创新药的，就是每一个环节这个非常重要这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就是中国所特有的竞争激烈内卷中国这个内卷和竞争激烈在创新药这个行业也是如此
它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中国这些创新药企的执行力非常强。这执行力非常强，就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临床实验啊，跟美国比起来，它不仅仅是便宜啊，更重要的是速度快。所以有人统计了，就同样一种药物，如果双方要是做临床实验的话啊，一期数据中国比美国平均要快2年左右拿到一期数据，这个速度的差异可以说是致命的。为什么？因为你那边一期数据还没出来啊，这面的一期数据已经出来了，你那边还是擦盲盒啊，这面已经知道你这个药还有没有效，还值不值得继续去搞。所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创新药企开始蓬勃的发展了起来啊。这里头还有一个背景，很多人都认为啊，创新药这个行业啊，这个科技含量非常高，其实不是。创新药这个行业啊，现在很多的技术都是开源的，你无非就是有点像解题，你就是要证明 A 靶点能不能治疗 B 疾病。中国这种遍地开发的创新药企啊，它实际上通过是一种暴力拆解的方式，就是我无数的企业啊，我开始利用中国临床比较便宜、比较快的方式啊，试验了无数个靶点。那这无数个靶点中间总有成功的嘛，成功的之后就变成了爆款嘛。所以过去这10几年，中国创新药企的发展，正是利用了中国产业链的优势，利用了中国这种大国的病例多的优势，利用了中国工程师比较便宜、融资比较方便的这个优势，迅速发展了起来。所以啊，假以时日啊，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创新药企啊，也会进入到世界的一线行列。现在还没有啊，还没有像比亚迪那样企业啊。那么国际一线的药企啊，它有一个基本指标，就是你的市值要达到1000亿美元，你得变成一个跨国药企，你不能只在中国。那么在未来的10年，我认为中国一定会产生这样的跨国药企，市值达到1000亿美金。这也是中国制造啊，在这个创新药这个行业内不断复制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啊，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作为海外华人，也包括外国人，要对中国现在的中国制造啊，要改变观念了。就拿这个创新药企业这个行业来讲啊，最新的数据显示啊，全球范围内国际大药企 MNC 这个公司啊，收购这些小药企的这个药品交易5000万美金以上的授权啊，在最新的数据啊，有42%来源于中国公司了。这个数据啊，已经带有一点统治级别的了。你想想，42%来源于中国，而且这个就是在过去10年之内完成的。10年之前这还是0%，10年之后已经42%了。再过10年呢，会是什么结果？你说会不会达到70%、80%？完全有可能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10年之后，中国会有自己的药企冲入国际一线大药企的行业。我认为啊，这是可期待的一件大概率的事件。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这个实验室呢，是我们泽布替尼诞生的一个实验室。泽布替尼以前叫 BGB3111，于2013年1月诞生于该通风处。泽布替尼311，2012年6月份立项，2019年11月在美国批准。这个药经过7年多的时间，那这当中有多少化合物被合成了？合成出来，那最后都是可能不能成为药的，所以这个失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药经过7年多的时间，真正的成为一个药品，给患者带来益处。我回国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做新药研发。那么在当时没有太多的公司的前提下呢，还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有百济神州成立之后呢，我就心动了，看看有没有试试有没有这个机会。其实我们整个化学团队啊，包括我自己，有些甚至是匠公司过来。为什么我们这些化学同事都愿意去加入这个小公司呢？其实就是看团队和他们的这个创始人，我们还是着眼于全球的。建立之初，我们的视野是远一些的，都是抱着一种我们要做创新药研发，因为在中国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而且我们在这个区域呢是一个空白，那我们认为我们是有机会在这上能做出一些事情。在2014年，去澳大利亚做临床，刚开始
医生呢给我们分享了一个照片，比那个泽布提尼真正被 FDA 批准的时候还激动。两个年龄比较大的、胡子头发都白的一个患者，他们穿的一个 T 恤衫，上面写着 "Living longer with BGB 3111"，就是用了这个311活得更长。在那个时刻呢，确实感觉到哇，我在从96年博士毕业，一直到2014年多长时间，我真正的想，似乎是那个 moment 梦想成真的这种。